这样的房子啊，这样的建筑在这个摩苏尔是非常多，基本上整个摩苏尔的老城都已经被炸成了这样的一片废墟。这是一座会令陌生的到访者内心颤抖的城市。如果来到这座城市之前不曾了解过这里发生了什么，你一定会认为这就是一幅末日景象，遍地都是倒塌的房屋，如同拆迁现场，外露的钢筋如同杂乱的蜘蛛网。有那么一瞬间会发觉，到伊拉克去回收废铁也并不是一句天马行空的玩笑话，它就是伊拉克摩苏尔。整个老城区如同一座巨大的废墟，房屋坍塌，弹孔密布，这一切都是4年前的那场战争留下的痕迹。我现在并不是在一个拆迁现场，我身后的这栋大楼就是以前摩苏尔城最大的一个医院啊，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很多的那个窗户都已经被打烂了，这个房子的外墙已经基本上都脱落了，很多的结构已经在风中是摇摇欲坠了，这里就是一片废墟。就是刚才我跟这个附近一个把守的一个安保人员申请了一下，我跟他说我想进去看一下，这样的房子啊，这样的建筑在这个摩苏尔是非常多，基本上整个摩苏尔的老城都已经被炸成了这样的一片废墟。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摩苏尔是伊拉克的第2大城市，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又有双春城之称。一场战争打碎了摩苏尔人的骄傲，连救死扶伤的医院也未能从战争中幸存。这栋楼就是医院的这栋办公楼哈，这个楼板整个都已经断裂了。这个应该是一个3层的楼哈，3层楼，在这里看到就感觉只有1层的样子，上面全部都垮塌下来了，露出了这个里面的那个钢筋混凝土。从这个损坏的一个痕迹上可以看出哈，这个当初是遭受了一些小型的火箭弹反复的袭击啊，能造成了这一栋建筑这么大的一种损害。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楼板断裂暴露出来的这个钢筋啊，就像蜘蛛网一样。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这个医院的外墙哈，以前是装饰了一层那个石材的，现在这个石材啊，基本上已经脱落了一大半了，只有这一面墙稍微的完整一些啊。这个楼体这边哈，遭受的这个炮弹的袭击是最强了，这边基本上看不到外面覆盖的这个石材的原本的面目了，全部都已经掉光了。走近的看到这个医院的大楼是非常大的，规模很大，就相当于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3甲医院的这么一个状态。现在这个医院呢，就是全部都被毁了。目前呢，这个就是摩苏尔啊，基本上大多数的医院、学校全部都被毁了，这个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身后呢，这个呢是一条过道啊，过道本来是有一个天花的，有一个顶，然后我这个头顶上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大的一个窟窿，这个地方就是被那个一个火箭弹袭击，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直径大概有那个2米左右的一个大洞啊，整个楼板都已经被击穿了，那个钢筋都露出来了，而且这个地面啊，这个天花对应的这一块的地上也是形成了一个大洞，整个的地面已经塌陷下去了。站在这个洞口能够看到下面的一个地下室。我在这儿看到了一张海报啊，这个海报是 UNMAS， 这个是联合国排雷组织的一个标识，它贴在这个废弃的这个医院现场的一张海报，上面有展示了很多种啊这个炸弹的一个形状啊的类型，这个都是 ISIS 曾经在摩苏尔使用过的一些炸弹啊，像这种是绑在这个压缩机外面的，这个是一个手机遥控的一个炸弹，这个是藏在小熊的这个玩具熊体内的这种炸弹啊。这种的话哈，就是从飞机上高空投下来的这种炸弹，在这个摩苏尔被那个 IS 占领之后使用的很多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撞针，只要它接触到了地面或者建筑物，这个炸弹就会爆炸啊。在这边哈被使用的比较频繁，所以看这个图上也很多。这里就是整个医院的一个大堂，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就是刚才我在那个海报上看到的那种空投炸弹哈留下来的这种弹孔。这个地方是一个挑高层啊，这个挑高层目前都已经垮塌了，因为上面这个窟窿啊，这个空投炸弹投下来的威力呢，直接呢会击穿这一层的楼板，所以这层的楼板整个都已经塌掉了。
在这里看到了一幅图啊，这幅图就是这座大楼被炸毁了之后啊，在这个现场清理出来的一些弹壳，各种型号的这种弹壳啊，排了一地。之前我在网上看到有的网友说哈，在伊拉克来发家致富啊，回收这个弹壳，可以看一下，就这一栋大楼里面啊，就被清理出了这么多的弹壳。仅仅在这座医院范围内，就搜集出堆积如小山般的弹壳，可以想象当年发生在摩苏尔城的交战有多么激烈。这里是整栋医院大厦的一个通道啊，顶上看得出哈，以前是被烧过的一个痕迹。之前被那个炮弹袭击的时候，造成了那个顶部着火烧着了，这个天花呀，包括那个吊顶材料啊，还有一些管道线路都已经被烧掉了。然后墙面顶上留下的都是黑漆漆的这些痕迹，然后这个墙面上就是由于是石材保护得很好，就没有一些燃烧的痕迹。这个现在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就是前面是一片废墟了。现在来到了这个医院大楼的3楼啊，站在这儿能够看到，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前面的大厅那个顶上的那2个大的那个窟窿啊，直径大概2到3米，看现在在这儿都能很直观的看到。而且呢，我看到这个刚刚在下面啊，没有看太清的，就是这个我现在站这个窗口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它是一些立面的一些装饰墙，这个立面的装饰墙上面的这些覆盖的一些石材已经全部被那个爆炸的这个震波给震掉了。我看到这个立面上很多这种大小的这种窟窿都是被那种加特林给打出来的。现在这个过道里面全部都是小块的那些垃圾啊，这里头还有一些废弃的一些药瓶之类的东西。然后我看到了有一盒这个止血贴啊，止血贴散落在地上，这个外面的包装盒上还写着生产日期啊，是2015年生产的，19年到期。2014年，摩苏尔被伊斯兰国占据，伊拉克政府为了夺回摩苏尔，于2016年10月打响了收复摩苏尔的战役，激战9个月。2017年7月，摩苏尔全城解放。地上这盒标注着有效期的止血贴，仿佛是一件凝固的战争纪念品，见证了这座医院大楼中曾经发生过的激烈鏖战。我现在是在4楼的一个过道里面，这个过道啊，就是顶上看得出也是之前被烧过啊，顶上是黑漆漆的一片。然后前面的这个我最前面的那堵墙好像是被那个重型机枪扫射过，上面有很多的弹孔啊，而且还有一个大的一个窟窿。这边就是也是一片废墟，但是这个房间里面的应该之前还有一些杂物啊，但是这些杂物现在是被清理得非常的干净啊。这边的话是以前的一个厕所，厕所里面也是被炸完了，连这个水箱啊都掉下来了，之前应该是在顶上的。我在这儿看到还有一个大的一个铁的一个开关没有被人捡走。这个应该是一个开关上面好像有中文上面写的是铁壳开关是上海的一个电器厂生产的一个开关，很沉这个外壳都还是完好的，非常的完好。这个没有被人捡走就现在留在这儿了。这面墙表面上其实都是瓷砖这些瓷砖上看到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窟窿全部都是弹痕，可见在这个地方当初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一个交战因为这是一个瓷砖，表面是釉面层底下你看这个釉面层脱落了之后，在它这个胚体上留下了这种金属的痕迹这个就是子弹射出来之后的高温跟这个瓷砖的表面发生接触之后，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个弹痕的一个金属的痕迹。我身后这里呢就是一个电梯井电梯现在已经被拆掉了，能看到这个电梯外面的这个装饰面用的都是实木材料。其实能看得出这栋医院大楼当时装修的还是挺好、挺豪华、挺上档次的，用了很多这种类似于实木还有大理石这种石材的一些材料。其实这栋楼应该从它刚刚装修好投入使用到被毁掉，中间也没有几年的时间。这么大一栋楼发生了这么激烈的一个战斗，当时在这栋楼里面应该也死了不少人。曾经装修考究的医院大楼象征着健康与希望，战争过后没有一个房间它是完好的。战争的无情在于它不由分说地摧毁所有，不管是学校还是医院或者是民居，无论规模多么宏大，
用途多么重要，在战争面前他们一样脆弱，更何况人类脆弱的生命。这片平地上堆满了这个就是从这个医院的这个大楼里面附近的建筑里面清理出来的这个钢筋这钢筋上很多上都带着这个水泥块之前有一些网友说想到伊拉克来做这个弹壳回收的这个生意这个项目可能已经做不了了，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项目。摩苏尔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巷道狭窄，道路复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们选择了这里与伊拉克政府军进行巷战。为期9个月的战役结束，摩苏尔被收复，老城也几乎全部被毁。那些清晰可见的弹痕，被炮弹轰炸过的大洞，似乎都在对我们诉说着战争从未离我们远去。直到我离开摩苏尔之后，这座城市的样子依旧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它的惨烈景象带给我的心灵冲击久久挥之不去。而那些亲历战争又幸存的人们，又会在怎样的困境中开启新生？